大家周末愉快，我是狼王，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，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。老规矩，点赞、评论、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。有空的话，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，并点进广告的连接，就是对狼王的支持。我们闲话少叙，直接进入今天的这个美股行情推演。那简单点说呢，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是吧，美股就一直如狼王的预期，持续的向上在进攻。那现在这个点位是否值得大家继续去追高做多呢？以及这个标普指数的中短长期的进场位到底在哪？我觉得我会在这个的视频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首先呢，那我们先看一看标普指数之前是吧，先讲一讲 UVXY。第一个好的信号就是 UVXY 在上周破了历史的新低，对不对？之前历史最低点在22块3毛6，在上周五的时候 UVXY 强势的跌破了这个22块3毛6的一个低点。根据是吧，狼王我一直跟大家推演，就是通过 UVXY 来推大盘的这么一个逻辑，只要 UVXY 破了新低，那大概率的话，大盘还有向上涨的空间，好吧？第一个结论，大盘仍然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，但是呢 UVXY 狼王一直也给大家强调，我认为它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区间，对吧？就是在21块钱到19块钱的这个区间，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UVXY 离这个21块钱和19块钱的这个区间其实已经不远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22块钱，那如果说再跌 5%， 其实就可以跌到这个19到22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。好的消息呢，就是即使 UVXY 跌到了19到21的这个区间以后，大盘如果要发生中期的调整，大概率的话 UVXY 也会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整理的一段时间。所以说短期之内那仍然是看涨大盘的，虽然说然后我们大家要关注的点就是 UVXY 一旦出现了一个没有顺势下跌，在22到19块钱的区间出现了一个盘整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危险的了，好吧，注意安全了，很有可能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。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如果说它 UVXY 不产生一个筑底的行动，对吧？像之前这个22块3毛6是吧，一下反弹到29块钱，它这个反弹其实对于 UVXY 来说是小于 30% 的。那我们 UVXY 的话，一般爆起来的话，反弹的幅度大概率都是多于 50% 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要 UVXY 出现一个 50% 以上的反弹，也就是相对应的大盘的话，起码有个 5% 以上的跌幅，那起码大概率的话 UVXY 也要在底部盘整3到4天的时间，是吧？如果像前面的这种情况，大概率的话 UVXY 并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拉升，而大盘也不会出现一个大幅的调整。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关注的就是 UVXY 到21到和19的这个区间里，到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盘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才需要去警惕，是吧？大盘是否会出现一个真正的 5% 以上的一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回撤，好吧？这是 UVXY 仍然有下跌的空间，但是大家要关注是否会进行一个盘整。说完了 UVXY 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标普指数。标普指数大家可以看到，之前狼王画了一条这个压力线，对吧？蓝色的和红色的压力线，是以这个2021年7月13号的高点，还有这个2021年7月26号的高点连的一条这个趋势线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它对于这个趋势线呢，现在已经打了4次了，对吧？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的去冲这个趋势线。那如果说这个趋势线被冲击了4次，是吧？根据狼王之前跟大家说到的一个理论，那就是说，大概率的这个压力线对于标普指数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，因为已经冲击了4次，所以大概率的话，我个人认为下个星期
标普指数是会顺势的继续的向上攻，好吧，很有可能会顺势的继续向上攻。但是给大家强调一点，就是现在不适合去追高，对不对？你要真正的去抄底的话，要么就是上周四是吧？老王当时强调4370的时候可以进场，要么就是本周四是吧？我说4470，也就是回踩1小时基于 MMA 可以进场。你现在这个点位就不要去追高了，好吧？对于标普指数，虽然说它还有向上的空间，但是这个点位是不要去追高的。你再怎么着急，如果说我们根据标普指数，对吧？从这个4367到4513的这么一段趋势里，你可以看到它起码会有一个回踩1小时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，所以说即使对于短线的朋友，你想去追高标普指数，再怎么样你也要等待它回踩这个60分钟级别、1小时级别的 GMMA， 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短线的进场位，那短线的止损位呢，就是一旦跌破了4450的话，就可以短线的止损，好吧？这是短线的一个布局位，和止损位。好吧，大概如果说下周一就出现回踩的动作的话，那就是4475左右，就是可以去建仓标普指数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入场位，好吧，短线出场位在4453。那如果说不说短线的入场位的话，那作为一个是吧中线一点的，就是说大家可以，如果说你就是没有那么频繁操作的朋友，你想中线就是稍微中线去入场标普指数，大概是什么点位呢？那自然是起码要等它进行一个日线级别 GMMA 的回踩，好吧？那这个点位呢，大概就是在这个4380点到4390点的这个区间，好吧？这是中线布局标普指数的一个点位。那如果说你想长线的布局标普指数，到底是什么点位呢？那这个视频也可以跟大家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。标普指数其实从去年的3月23号股灾以来，是吧，就一直的基本上很少有回踩周线级别 GMMA 均线组的这么一个动作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是想长线的，是吧，中长线的去布局标普指数，那你起码就要等它进行一个周线级别 GMMA 回踩的一个动作。那这对应的也就是中期调整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可以去布局标普指数？老王觉得中线去布局的话，大概率可以考虑在4050点左右的一个地方去布局标普指数。当然，现在离中期调整还早，是吧？毕竟现在 UVXY 还没有企稳，并且标普指数仍然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。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，现在这个点位肯定是不适合追高的，再怎么样也要等回踩周线级别的 GMMA， 对不对？到这个4050点左右的一个地方才可以考虑中长线的朋友去布局标普指数。当然，狼王是一个做短线的频道，所以说我会告诉大家，现在标普指数仍然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，但是不要追，再怎么样也要等回踩60分钟，也就是1个小时 GMMA 均线组才可以考虑，是吧？是否要进场做多标普指数？好吧。那如果说，那还有朋友问，就是说，那标普指数狼王的一个目标位在哪里？我觉得我们先走一步看一步，好吧？第一个目标位其实已经达到了，我之前的视频一直在说4520是标普的第一个目标位，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了，就是在上个星期标普已经达到了4513，对吧？离狼王所说的这个4520已经非常的近了。那现在4520已经达到了，但达到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UVXY 仍然没有到所谓的强支撑位，所以说标普指数搞不好仍然还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说标普真的是比较猛，就是比较厉害的，一直真的在往上冲的话，第一个比较强、非常强的一个压力位可能会在4700点，好吧，这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，可能会在4700点，但是也有可能在4600点左右会出现小的调整。那这个小的调整的话，我也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给大家的就是进一步的指出。但是如果说你要问我说，如果说作为一个中线的标普就是比较强力的一个压力位到底是多少，我觉得是在4700点左右，好吧。好嘞，那这是标普指数。说完了标普指数以后，我们再来说一下 QQQ。
QQQ 现在也是非常的强势的，好吧，非常强势的在进一步的进行上攻的一个动作。我个人觉得它仍然还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，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 SQQQ 其实它离这个SQQQ 它离就是第一个支撑位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的支撑位吧，不算特别的强，一个就是还算比较就是有支撑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就是7块2毛到7块钱这个区间里。所以说 SQQQ 大家可以看的话，就是它其实现在离一个支撑已经非常的近了，并且呢也是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海底捞月的信号，所以再次给大家强调，不要去追高已经暴涨的科技股了，好吧？不要去追暴涨的科技股，它们很有可能会有回调的需求。这是 QQQ， 因为它毕竟的话，它离这个7块3的支撑位比较近，好吧？就是说 QQQ 下周搞不好会进行一个回踩的动作，所以大家不要着急。QQQ 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现在大概是沿着一个什么级别的，沿着一个30分钟级别的 GMMA 均线组在进行一个向上进攻的一个动作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一旦 QQQ 要是在下周跌破了371块5的话，371块5一旦 QQQ 跌破，大家可以选择短线的离场，因为一旦跌破了371块5的话，大概率的话 QQQ 是要去有一个回踩370这样说错了。如果说 QQQ 在下个星期要是踩破了这个372块，好吧，如果 QQQ 要是踩破了372块，我觉得大概率的话，它就会去370块钱左右去找一个支撑。所以说，对于 QQQ 的朋友，再次强调一下，不要追高，好吧，因为它 SQQQ 已经面临一个短期的强支撑，并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代表着大科技股的这个 FNG 底，这个 ETN 对不对？这个 ETN 的话，它现在离之前的一个支撑位，也就是2块3毛1的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2块3毛1是之前的一个低点，它现在离这个位置也比较的近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毕竟之前的低点对于 FNG 底来说，当然也是会有一个支撑。我个人的观点呢，觉得 FNG 底还能涨。但是它达到了2块3毛1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大概率还是会出现一个回踩的动作，然后再继续的向下进攻。所以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，下周初不要去追涨这个大科技股了，好吧？下周初不要追涨大科技股，大科技股在下周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的动作。所以说不要去追高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也在周五的视频里面跟大家说了，亚马逊其实它已经达到了一个短线的一个压力位，对吧？就是4小时级别的 GMMA 这里，对于亚马逊来说也是一个短线的压力位，并且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的一个高9。好吧，也就是说亚马逊在下周初搞不好也会出现一个回踩3278左右的一个动作以后，再继续的去向上发起进攻。所以就是不管是从科技股 QQQ 还是从大科技的 FNG 底上来看，我觉得下周初都不适合大家再去加仓了，好吧？非常的就是有提醒一下大家对于亚马逊还有科技股的这么一个压力。说完了这个 QQQ 以后呢，我觉得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。那道琼斯指数的话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4大指数里面最弱的一个，对吧？那道琼斯指数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它也并没有跌破，是吧？之前的这个前低，也就是29块4的一个支撑位，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它在这个附近还是会有一个支撑的，就是对于道琼斯指数仍然会有一个支撑，所以说就是说对于3倍做空道琼斯指数仍然有一个支撑，所以就是说明道琼斯指数可能也仍然有一个压力，所以说不要就是说
大家不要在这个道琼斯3倍做空的 ETF 的支撑位的时候去做多道琼斯板块，对吧？所以说综上所述呢，就是下周初搞不好4大指数会遇到一个小的一个调整，仅仅是一个小调整，因为毕竟 UVXY 还没有跌完，但是遇到这个小调整以后呢，大盘还会仍然的继续的去创一个新高，好吧？也就是说从道琼斯指数这里看，也不适合大家去追高了，因为毕竟它现在在一个支撑位的地方，对吧？3倍做空，道琼斯指数在一个支撑位的地方，也就代表着道琼斯指数现在也是在一个压力位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不要去做多道琼斯指数了。好嘞，那现在3大指数说完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，是吧？罗素的话呢，就更加的我一再的给大家强调，就是我认为罗素呢会突破224块钱的这个关卡，对吧？这个关卡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，大概率的会突破。但是突破以后呢，大概率的它会有一个回踩224块钱的一个动作，并且它现在罗素也面临的这个226块5的也是一个罗素的压力位，它肯定是一个压力位，不然狼王也不会在这里画一条线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下周初罗素有回踩224块钱左右的一个动作，那个时候是大家补仓罗素的一个好机会，好吧？这个观点也就是说，其实无论从罗素还是从这个纳斯达克 QQQ 还是从道琼斯来看，其实对于下周来说，我觉得4大指数都是有一个回踩的需求的。但是这个回踩的幅度肯定不大，因为毕竟 UVXY 还要有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空间，标普也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空间。所以说我的这个观点呢，就是4大指数下周不建议大家追高，但是一旦下周出现了一个回踩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甚至就可以进场去补仓，继续去逢低的做多，好吧？4大指数就说到这里。说完了4大指数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黄金和比特币，还有原油。黄金的话，现在仍然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里，对吧？那就是继续的持有黄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个人觉得第一个压力位的话，也是一直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强调，大概在1830左右是黄金的第一个压力位，也是周线级别GMMA 的一个压力。所以说持有的黄金的朋友呢，可以继续的持有。到1830左右，大家可以考虑是否需要主动止盈，好吧？那也可以带移动止盈，那这个就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风险的需求。我个人的话，这个位置肯定是不会去追黄金了，好吧？那如果说你选择一个被动的止盈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旦跌破了1785，好吧？一旦跌破了1785的话，是一定要严格的止损离场的。没有跌破1785，你有可能还可以继续的持有黄金去做多，好吧？这是一个被动的止盈，但是主动止盈的话，你看3%、5%，是吧？按照你自己的一个风险来做一个判断。说完了黄金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。那原油的话，现在也是一直这个沿着一个1小时级别的通道在向上进攻，但是大家也要警惕一下原油下个星期的压力位，好吧？下个星期初的压力位大概在70块钱附近。现在原油离70块钱附近的压力位其实也非常的近了，并且它也是一个日线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压力。是吧？而且我也说了，就是罗素和道琼斯其实现在也有一个压力位的，还有 QQQ 是吧？也都在一个压力位上，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现在再去追高原油了，好吧？原油也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求，好吧？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原油的压力，好吧？这是原油。那如果说你想让狼王给一个移动止损位的话，我觉得就设在1小时级别 GMMA 跌破了就止损，好吧？大概率的位置呢，我觉得也就是在67块3毛，好吧？一旦跌破了67块3毛，原油的话也是可以短线离场的。说完了原油，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，好吧？比特币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现在是48000多，是吧？老王说的这个压力位呢，就是49600的这个压力位，它比特币一直就没有站上去，好吧？再次强调，比特币周线级别，也就是日线级别的收线位不高于5万块钱。
不建议大家去做多比特币，好吧？只有在日线级别的收线高于5万块钱以后，才可以考虑，是吧？是否要小仓位的去追多？但是如果说没有回踩，没有突破5万块钱，我觉得比特币现在在5万块钱附近仍然是一个强的压力位，不要去在这个点位再去补仓比特币了，好吧？好嘞，那今天的这个下周行情推演就跟大家说完了。简单点总结一下呢，就是接下来大盘仍然有向上涨的一个空间，但是呢，就是这可能是在接下来的2到3周时间内，大盘仍然会向上。但是呢，就是大盘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下周初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回踩的动作。如果说下周初罗素进行了一个回踩224，是吧？然后那 QQQ 和道琼斯板块也进行了一个狼王如预期的一个回踩的动作，这个时候是给你机会去做多的，好吧？然后维持这个 UVXY 不到19到21块钱的这个区间，大盘不会进行中期调整的这么一个观点也不变，好吧？这就是狼王今天的一个下周行情推演，大家不是经常会问狼王，就是狼王的频道里面教学的视频在哪里？那教学的视频就是在这个左下角的这一栏，好吧？有这个平行通道怎么画，以及如何在附图里面添加 GMMA 固比符合均线以及 GMMA 固比符合均线怎么操作的一个教程都在这里，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。好嘞，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今天的节目，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。